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全面的去準備和複習 HSK 6級考試。課程的課時呢比較長希望大家能夠認真的、耐心的去學習從而能夠以非常高的分數去通過 HSK 6級考試，獲得一個漢語水平的極大的一個提高。那這個呢是我們的第二課。第二課呢主要是介紹一下應該如何學習詞彙。那我們前邊呢已經介紹了，在 HSK 6級有5000個詞彙是需要你一定要知道的，而且還有25%的詞是超綱詞你要是學了当然更好，你要是沒有學也沒有關係，但是最好是去學多學一點總是好的。那5000個詞彙裡邊呢有2500個詞彙是可能5級的學生已經知道的詞彙，那還有2500是完全沒有學過的詞彙。有很多同學就說了，太難了，我有可能學不了，一下子學那麼多詞彙，我怎麼學呀？那在這裡呢，老師就要開始告訴大家怎麼去學習詞彙。那在學習詞彙之前呢，老師要先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漢語的特點。那大家在學習漢語的时候发現了，剛開始學習的時候呢，我們是有3套系統的一套系統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這個漢字就是我們在學習漢語的時候呢，要去學漢字。那另外就是我們要去學拼音。那再者呢，我們還要去學習的是什麼呢？我們還要去學習的就是我們的這個句子、詞彙和句子。那很多同學在剛剛開始學習漢語的時候呢，可能都是從詞彙和句子開始的，然後開始全面的去學習拼音然後再來學習漢字。那實際上呢，我們的中文有一個特點可能同學們學到這個程度呢，已經有所這個了解了。那是什麼呢？我們的漢字是音、形、意3個的合體什麼意思呢？就是當你看到一個漢字的時候，你要知道它的發音是什麼，那你還要知道這個字是怎麼寫的，那另外呢，你要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所以一個漢字是有音、形、意3個方面。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同學覺得漢語那麼難學。但是實際上呢，當你真正開始學習之後，當你學習的量到了一定程度之後，你會發現呢，這個語言的特點其實是讓你在學習漢語的時候越學越簡單的可能同學還沒有這個感覺。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為什麼老師說漢語會越學越簡單？因為在漢字呢，一個漢字它是有意思的，對不對？每一個漢字都是有意思的，所以呢，漢字和漢字在一起，它是會創造新的詞彙的漢字和漢字的組合可以去創造詞彙，可以去組成詞彙。那麼在我們的漢語裡邊，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不太了解別的語言，但是我學過一點英語。我覺得英語當然也有非常大的一些優勢就比如說你知道發音，你基本上就是可以写出来這個字母，這個詞彙裡面有哪些字母，這個是英語的優勢。那我們在漢語的優勢裡邊呢，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方面，就是同學們可能在學習詞彙的時候会發現，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你學習了水，喝水的水，你學習了杯子一個杯子、2個杯子那樣的杯子的杯，那我把這2個詞呢放在一起，水杯。那如果你知道水是什麼意思，如果你知道杯是什麼意思，你一定知道水杯是什麼意思這個是漢語裡邊的非常大的一個優勢，就是我們的漢字是具備造詞的能力
啊，就是你可以把2个、3个字放在一起組成一個新的詞。那我相信同學們在學習很簡單的詞彙的時候，已經有很好的一個感受了，已經有很深的一個體會了。比如說飛機，飛的 machine， 飛的機器；比如說手機，手裡的機器啊；比如說水杯啊，等等這樣的這些詞彙。那對於你來說，在學習這些詞彙的時候，如果你知道漢字這個其實在記憶和理解的時候，其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呢，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在最近幾年的就是我們的這個網絡上出現了一些新的流行詞彙。那實際上這些新的流行詞彙，包括一些新的事物出現的時候，中國人在造詞的時候，一般來說不會去造一個新的字，而是會造一個新的詞，就是用已經存在的漢字去創造一個新的詞彙。那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的詞彙是不斷的增加的，但是我們的漢字是不會增加的。我們的漢字的量，可能我們的常用漢字就是5000到6000個漢字，就是我們最常用的了。那我們生活中一篇文章裡邊或者是我們的這個閱讀的材料裡邊，只要你認識了2000個字，你基本上都可以讀下來，就是不會有問題的。那我們的這個詞彙的增加，其實是在一定的漢字的情況下，我們把漢字拆開放在一起，這個和這個放在一起，然後組成了一個新的詞彙。那同學們如果是已經到了 HSK 5級的水平的話，你的漢字量其實已經是很大的了，你已經認識很多個漢字了。那接下來的工作是再學習一點點新的漢字，然後呢，把這不同的漢字放在一起去創造詞彙。所以你在學習詞彙的時候，你會發現大部分的漢字你是認識的，然後你把這個漢字的意思組合在一起，然後就變成了一個新的詞彙。那在學習詞彙的時候，其實對於你來說並沒有那麼難。那有可能有同學說了， HSK 6級裡邊2500個詞，一定有我不認識的漢字。對，一定有你不認識的漢字。因為可能你的漢字量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所以你其實是要學一些新的漢字的。但是呢，你在學習新的漢字的時候，大部分的漢字裡邊的部分你也是認識的這個我們一會兒會說一下就是學習新的漢字本身也比較簡單可能比如說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這個三點水，對不對都知道這個字這個是三點水旁，如果一個漢字裡邊有這個部分的話，一定是和水有關係。那麼你在這裡看到了這樣的一個漢字，它是有三點水旁那麼對於你來說，這個漢字就會比較容易，它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符號，對嗎？它是一個很熟悉的符號。那你知道這個漢字一定跟水有關係，只要你明白了，最後比如說老師最後告訴你了這個跟什麼有，這個是什麼意思之後，對於你來說這個詞就會比較容易它就會比較容易。那我們一會兒呢一起來看一下，你就會發現老師說的是對的所以首先老師要向你介紹的這個漢字的特點，漢語的特點，同學們呢，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之後，你會發現在 HSK 6級去學習新的詞彙的時候其實並沒有那麼難。那不僅僅是 HSK 6級，從 HSK 1級到 HSK 6級只要你在學習漢語，你就會發現在學習字和詞彙的時候呢，其實它有一些 logic， 有一些邏輯在裡邊所以你在學習的時候很容易去理解，而且很容易去記住它，而且很容易真正的去掌握這個詞的真正的意思那這一點呢，也是漢語的一個優勢。
所以希望同學們在學習漢語的時候認認真真的去學漢字。那在學習漢字的時候，認真的去學習這個漢字相關的詞彙有哪些，然後你就會發現漢語其實並沒有那麼難，學習漢語詞彙也沒有那麼難。好，那我們在這裡說了半天一定要看一些例子，才能知道老師說的確實是對的。比如說，我們在學習一個詞彙的時候，我們要掌握這個詞彙的幾個方面。那第一個方面就是詞的意思就叫詞義。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有很多同學在學習詞彙的時候呢，直接去看英語或者法語或者日語的翻譯，因為你用母語這個翻譯去記住詞彙，對於同學們來說可能是一種非常方便的方法。但是現在大家已經到了 HSK 5級或者6級了，你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高的水平了。那在非常高的水平裡面去学習語言的时候，最好就不要用翻譯的方法了因為水平高的這樣的詞彙基本上不存在完完全全一樣的意思意思上比如說英語和漢語這個詞彙雖然可以翻譯它，但是意思和用法往往不是100%一樣的。我相信同學們都已經有所體會了就不是100%一樣的。那你如果用翻譯法去學習的話呢，很容易就会就混亂，就是这個詞翻譯是這樣的，但是我用的時候我又不能這樣用所以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呀？就一定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所以在這裡呢，我們在學習詞義的時候，我們用的是什麼方法呢？我們用的是用漢字去學習詞的方法。比如說，老師在這裡呢給出了4個例子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第一個例子，這個詞我不知道同學們是不是認識我覺得第2個字肯定是認識的，对吧？這個是造。然後第一個呢字呢就是尾，是尾。好，那可能尾這個漢字有可能有同學不認識，但是你一定知道左邊這個是人，右邊這個是為什麼的為。那記住尾這個字很難嗎？其實並不難。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偽造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呢？首先的偽這個字呢，它意思是假的不是真的，是假的。那造這個字是製造的意思，所以合在一起，假的製造，偽造的意思就是製造假的東西那偽造什麼呢？比如說中國呀，現在中國的大學生、中學生，如果你有学生證的話呢，你去什麼有名的景點，比如說天安門、故宮或者是頤和園，你去這些有名的景點的時候呢，你可以用半價去買票。比如說去故宮玩的話呢，一般的人要付60塊錢去故宮裡面買票才能進去玩。但是如果你是大學生，你有學生證的話呢，你只要30塊錢就可以進去了所以呢就是为了節省錢，为了少花錢，所以很多不是大學生的人，比較年輕的不是大學生的人呢，他會請別人偽造一個這個學生證，做一個假的學生證，然後拿着這個學生證去少花錢，然後去景點裡面玩在中國有這樣的情況，而且還不少我不知道同學們是不是了解。那這種情況它不是真的，是假的，他請別的人做了一個假的，那就是說他們請別人偽造了學生證。所以偽造文件呀，或者是偽造，就特別是文件類的、證件類的東西，我們都可以說偽造這個東西是偽造的或者說這個文件是偽造的。一般來說文件比較多，文件和證件比較多那如果你知道偽的意思是假的，比如說有偽裝那如果你知道造的意思是製造，對吧？
那两個字放在一起，意思是不是非常容易理解呢？是的。那然後你明白了意思以後，你知道它是一個 verb， 是一個動詞。你知道偽造呢，經常用來說偽造文件、偽造證件。好，那這個詞你已經學會了，對嗎？那你有沒有發現，在學習這個詞彙的過程當中，其實你並沒有學習很多新的東西，都是用以前的東西想一想就明白了。那中國人在去造詞的時候，其實也是用有限的漢字去創造無限的詞彙。所以你在學習漢語的時候，你只要是學會了這些漢字的意思，那你也可以用有限的漢字去學習這些無限的詞彙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或者是說，可能同學你在讀文章的時候看到了偽造這個詞，你其實沒有學過這個詞，但是你看看文章的前後的意思，你看看這兩個字的意思，你是很容易就猜出來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的。所以從兩個方面漢字對你的幫助都是非常大的。第一是學習新的詞彙，第二就是在讀文章的時候看到不認識的詞，可以猜出來這個詞的意思。那這兩個方面，這兩個角度對你來說都是非常有意義、非常有幫助的。特別是在你考試的時候，這個詞兒我不認識，但是我認識漢字，我猜一猜前邊後邊總用那個上下文意思大概漢字的意思大概都放在一起，然後就可以猜出來了。好，这是我們的第一個例子，叫做偽造。我相信現在大家一定可以記住了。當然了，你也可以，既然你知道了偽是假的，然後呢造呢是製造，你也可以查一下偽，然後看一看偽有什麼樣的詞彙，還有別的什麼詞彙，比如說偽裝或者是假冒偽劣產品等等。那造這個詞呢是非常常見的一個詞，比如說製造，比如說造就，比如說這個造成等等。那這些詞都是常用詞，你去看一看，你發現這些詞都跟這個製造有關係，這個意思有關係。那麼對於你來說，學習起來其實就是相當容易的，對嗎？好，我們現在再來看一個自滿，這兩個字你一定都認識。那自呢是自己，滿呢就是滿意或者是杯子滿了的那個滿滿了，自己滿了，自己滿意，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對自己很滿意覺得自己很厲害這個就是自滿。但是這個詞呢是一個不太好的詞，就是如果我說他很自滿，這個意思就是他對自己太滿意了，這個就不太好了就是超過了自信就是已經有點過分了所以呢，我們可以跟朋友們说，這次呢你學習考試考得非常好，但是呢千萬不要自滿所以有可能老師會對學習很好的學生說雖然你的學習很好，但是不可以驕傲自滿自滿作為一個 adjective 一個形容詞，它太自滿了，你不要自滿，有這樣的用法。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詞你也已經學會了，而且你沒有花很多的時間，你看到它，老師稍微的解釋一下，你已經明白了。或者是說你自己去查漢語詞典的時候呢，你看一看每個漢字的意思，大概也能夠猜出來它的意思是什麼。或者是你看一個例句，也能夠明白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好，這是我們的這個自滿。然後我們來看下一個詞彙，叫做暗示暗示。那暗的意思是什麼呢？暗的意思是不亮的意思。比如說房间裡邊沒有這個房間呢沒有窗戶，然後呢沒有開燈所以呢房間裡邊很暗有點看不太清楚。
或者是呢，現在已經是冬天了啊，差不多要冬天了。那外邊呢，在5點、6點的時候，天已經暗了，就是不亮的意思。那是什麼意思？我們學過表示、展示的意思，所以是就是表示。那不亮和表示在一起，有可能是什麼意思呢？那它的意思就是不明顯的表示啊，不明顯的表示。那我們都知道呢，如果我想告訴別人一件事情，或者是告訴別人一個信息，我有的時候会非常直接的告訴他，比如說啊，你別說話了，你別說話了，這就叫做明示，是非常明顯的告訴你，或者說噓，這也是明示啊，就是很明確的、很明顯的告訴你你要怎麼樣。但是呢，有的時候呢，我們這個房間裡面有比較多的人啊，我想告訴你一個什麼，但是我不想讓別人知道這個，所以我可能用眼神，用我的眼睛告訴你不要说話啊，或者是我可能用一些動作啊，這樣啊，然後有一些表示我有一個意思要告訴你，但是我這個告訴你的方式是非常的就是不直接的非常的不直接的。那這就叫做暗示。那如果我要暗示別人，我可以用語言我可以說話比如說我們以前可能在这個 HSK 6級聽力或者是5級的聽力裡邊呢，聽過這樣一個故事。比如說我請了3個客人來了，但是這個我請了3個客人，但是來了2個客人，然後另外一個客人沒有來。那我說呢，哎呀，這個該來的人沒來，那該來的人沒來，那來了的2個人就覺得這個主人是暗示我們不該來嗎？就是比如說3個人我要請過來，但是有1個人沒有來，他還沒有來，那這2個人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就會覺得我是在暗示他他們是不該來的，因為我的句子是該來的人沒來，那意思就是不該來的人來了，對嗎？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是不該來的人。這個故事我覺得考過 HSK 5級的人應該是知道的。好，那這就是用語言去暗示。我說了一句話，但是這句話非常的不直接，你需要認真的想一想才明白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那你就可以說他在暗示我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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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另外呢，你如果要暗示別人，也可以用动作或者是用眼神用眼神或者用动作都可以暗示別人要不要做，可不可以做當然你用动作的時候呢，這個能暗示的信息是比較少的。所以那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詞其實也是比較簡單的，不太明顯的去告訴別人一件什麼事情，一個什麼樣的信息這個叫做暗示。好，那然後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叫做這是一個成語。大家有可能也覺得成語非常難但是其實也沒有那麼難。那有的成語是一個故事，你只要记住故事，大概也能夠記住這個成語。那有一些成語呢，你要看字來學習。比如說這個字這個詞叫做不擇手段。那手段這個詞大家應該要知道，就是方法的意思。你用什麼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用說手段，採取什麼手段。那不擇，擇的意思是選擇的擇，不選擇手段，那是什麼意思呢？不擇手段這個詞它是一個貶義詞，是一個不好的意思的詞。如果我是一個壞人我想要達到我的目的好人的話呢，達到目的他一定會用一些好的方法。如果是一個壞人的話，
他要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他一定會不考慮手段啊，什麼樣的手段能達到都可以啊，比如說打別人吶，偷別人的東西啊，或者殺了別人吶，他都願意去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會不擇手段啊。那不擇手段的意思就是不考慮手段好不好，只考慮自己的目的啊。所以呢，我們也可以說他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啊，最後因為犯罪被關進了監獄。那麼不擇手段這個詞是不是現在你覺得沒有那麼難了呢？而且你去理解它很容易，你去記住它應該也很容易，因為你已經知道了每一個字的意思，每一個詞的意思，那放在一起，這個意思就非常容易啊，容易理解也容易記憶了。當然了，我們在這裡給出的這個4個詞彙呢，都是比較明顯的。在漢語裡面，當然有詞彙是沒有那麼明顯的，但是呢，大家用這樣的方法，一定是可以減輕你的負擔的啊。就比如說，本來你要學2500個詞彙，每一個都像新的詞彙一樣要去學習和記憶。那現在老師告訴你這個方法之後，那至少有一半的詞彙你是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學習的。那麼這就很明顯的去減輕了你的負擔。你會發現你在學習詞彙的時候呢，在理解這個詞彙的時候，在記憶這個詞彙的時候，都會變得容易多了。那我們也相信，就是大家如果能夠用這樣的方法去學習，你對於漢語的理解和把握一定會變得更好。好，這是我們在學習詞彙的時候要掌握的這個詞義的問題掌握的這個詞義。那我們用4個例子告訴大家怎麼去用漢字去學習詞彙我們也希望大家在今後的學習當中，在準備 HSK 6級考試的過程當中，都能夠使用這樣的方法從而呢能夠更快的更好的去學習這些詞彙。那我們在學習詞彙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僅是學習一個詞的意思是什麼，因為同學們可能發現了，老師在講這些詞的時候，不僅僅告訴你這些詞是什麼意思，而且老師都給了你例子，老師也在這裡標注了它們是什麼詞，它的詞性是什麼。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在漢語裡邊呢，很多詞包括其實不僅僅是漢語，所有的語言的詞彙都是這樣的在1級、2級的時候，比如說學習了蘋果這個詞，蘋果它就是 apple， 它們是直接的一一對應的關係。但是當你學習到了很高的程度的時候，你會發現詞彙沒有辦法直接翻譯了那比如說你第一次剛剛開始學習漢語的時候，蘋果這個詞輸入進去，翻譯就是 apple， 只有一個翻譯。但是你現在如果要學習6級的詞彙，你去找翻譯的時候，你會發現有5個詞都是這個意思。那至少老師現在英語水平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老師再去比如說這個詞，我想找一個英語詞，我輸入一個詞，我會發現出來5、6個詞，甚至是10個詞都是這個意思。這個時候老師就會遇到一個問題，我不知道哪一個詞我能夠用，我不知道這個詞到底要怎麼用。我在造句的時候，我說句子的時候，這個詞放在哪兒呀？我就會遇到一些問題。所以在學習詞彙的時候你最好是用漢語去理解它的意思不要去依賴翻譯。那然後呢，你要掌握這個詞的搭配和用法什麼叫搭配和用法呢？用法就是比如說偽造這個詞，老師說了他們偽造了文件。那偽造作為一個 verb， 作為一個動詞，它在後邊常常說文件呀、證件呀這樣的詞，或者中国人也常說這個文件是偽造的。那這個就是它的用法了，它放在哪兒，它跟誰一起那
跟誰一起就是搭配了。比如說偽造这個詞，一般來說都說文件或者是證件，那別的我們也不常常說是偽造的啊。特別是比如說這個手機是偽造的，這個衣服是偽造的，我們都不這樣說啊。我們用別的詞去說非常具體的手機呀、衣服呀是假的啊，我們有別的詞，那這個就是搭配了。那關於用法和搭配呢，老師在這裡給了兩個例子，我們一起来看一下。那正好呢，這兩個例子都是關於近義詞的啊，因為我們到了 HSK 6級了，我們學了5000個詞彙，但並不是說這5000個詞彙都是完全意思不一樣的詞。這5000個詞彙裡邊，其實是有非常多的詞彙，它們的意思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你能把它們都放在一起來學習的話，对你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別是在 HSK 6級的閱讀的第1部分和閱讀的第2部分，近義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別是第2部分，它考的就是你的近義詞。所以在這裡呢，老師要提醒大家，為什麼要把近義詞放在一起學習呢？因為考試的時候就會考你，所以呢，你要能夠準確的去掌握一個詞的意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們在這裡呢看到了2個詞彙，一個詞彙呢叫充沛，一個詞彙叫充實。什麼意思呢？我們充這個詞大家應該都學過，是不是？應該都知道了。最簡單的，比如說你的手機沒電了，你是不是要充電呢？那你的手機沒有錢了或者你的公交卡沒有錢了，你是不是要充值呢？所以充的這個意思就是把這個東西放進去，或者是說不夠了，沒有了，我要再把它補充一下，這是補充的意思。那充沛，沛呢左邊是3點水，它是和水有關係的。那沛的意思就是很多很多水，所以充沛的意思，它作為一個 adjective， 作為一個形容詞，它的意思是像水一樣多像水一樣多，像水一樣很多的量這個是充沛。那充實呢，實的意思是實在、真實存在的就是它很實際的，它不是那種空虛的就是很假的東西都不是，它是充實。那充實的意思就是這個精神方面的比較滿，就是比較滿比較就是没有那种很空的感覺，這個叫做充實。可能老師這樣解釋呢還是不夠清楚那我們一會兒來看例子你就明白了。為什麼搭配很重要呢？搭配就是因為這2個詞的意思其實是很近的意思看漢字就知道它們很近，但是呢它們意思是不一樣的。那你只有在看它們之後，你才能夠真正明白它們哪兒不一樣比如說我們說充沛這個詞呢，一般來說我們會說感情充沛。什麼叫感情充沛就是比如說老師這個人是一個感情充沛的人。老師在看電視、看電影的時候，如果看到很可憐的情況，老師就會哭那有的人就無所謂他看到很可憐的人也覺得不怎麼樣，沒有不可憐他們，不同情他們。那感情充沛的人就是容易哭、容易笑的人，因為他的感情很多這叫感情充沛的人。那水量充沛也可以像水一樣多，所以水量充沛。比如說呢這個我們都知道在很多国家如果是這個地方的水非常非常多呢，一般來說會建一個大壩，就是 dam 就是那個比如說中国的三峽，它可以用來這個就是叫做什麼造電就可以產生電可以生產這個電力就是水電站
啊。那水量充沛的地方才可以去建造这个水電站建造這個大壩。那水量充沛，那還有一個叫做精力充沛。精力充沛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比如說，如果你把一個非常年輕的人和非常老的人放在一起比較的話，那你讓他們去同樣做一件事情，那這個年輕人一般來說他會做得非常快非常好，那老年人可能就做得比較慢一點，然後看上去他們就不太一樣，對不對？那因為年輕人呢精力充沛，那老年人呢精力就比較弱比較少了，所以呢這叫精力充沛，就是有精神有活力有幹勁兒的這種感覺，叫做精力充沛。那充沛這個詞像水一樣多一樣足夠，那感情水量精力常常和它在一起。同學們是不是現在覺得比較清楚了呢？那充實呢？它們是不一樣的，怎麼個不一樣呢？我們看到生活充實、精神充實、思想充實，這三個詞經常和充實在一起。那什麼叫做生活充實呢？就是一個人他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每一天都是滿的都是很實際的實在的內容，所以他的生活很充實。但是如果一個人他每天什麼都不幹，就是只是看電視玩，看電視看電視玩，吃飯玩，看電視睡覺，他的日子過得非常的空虛，非常的沒有意義非常的無聊，那我們說他的生活非常的不充實，非常的空虛所以呢，生活充實的意思就是你的生活裡邊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是很滿的，那我們就叫生活充實。好，那精神充實當然也是一樣的如果一個人的精神不是非常的豐富，他每天腦子裡面想的東西，或者是他看的書他看的電影電視劇都是非常無聊的東西，沒有意義的東西，那這個人的精神就是不充實的所以比如說這個人如果他每天就是做的事情特別多，然後他沒有時間去學習，沒有時間去看很好的書很好的電影，那可能這個人的精神不太充實。然後思想也是一樣的思想和精神本來也是很近的意思嘛，對吧？思想充實也是這樣的。所以你看充沛和充實意思好像很近，對不對？都是有點那樣多的意思，但是像水一樣多和很實際很實在，那這兩個字也可以告訴我們它的區別。那這些詞彙的搭配也可以告訴我們它們兩個詞是不一樣的。那在 HSK 6級考試的時候，閱讀的第2題有可能就會給你一篇文章 ABCD， 給你充實充沛充分充足4個詞，問你這個空應該選哪一個？如果你不了解這個詞彙的區別，你是不是就做不出來了呢？但是如果你明白區別，你明白這些詞應該跟哪些詞在一起，是不是做這個題的時候就會很快就能做出來了呢？而且你也會對這兩個詞的把握是非常非常準確的。所以呢，在這裡要提醒大家，把兩個近義詞放在一起去比較，當然很重要也很有必要。但是如果你在學習詞彙的時候，你學每一個詞，你都能夠去記住它怎麼用，它跟哪些詞在一起用，那麼出現近義詞的情況就會比較少了。你會很少遇到說這兩個詞區別是什麼我不知道，這種情況就會很少了。就是前提是你對每一個詞的意思和用法都掌握得非常準確，那你就會覺得這兩個詞不一樣
所以從2個角度你都可以去學習。第一個就是在你學習詞彙的時候，你能夠非常全面、準確的去學習，意思、用法、搭配都學了。那另外一個角度就是你學習一個詞的時候，你把2個詞、3個詞、4個詞放在一起比較一下，那比較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些詞肯定還是不一樣的。好，這是我們的搭配及用法，還有近義詞。那關於搭配及用法呢，除了像這樣的它跟什麼樣的詞在一起用之外呢，還有一個就是有一些詞它總是跟別的比如說介詞放在一起用，或者是跟別的副詞放在一起用，那這樣的詞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比如說我們在這裡看到了組成這個詞組成這個詞它是一個 verb， 是一个動詞。那我們知道這個組它是小組的組，是組織的組，是 group organize organization 的意思。那成就是成為的成，對不對？那組成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呢？比如說我們一般用的時候說由什麼什麼組成。最簡單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踢足球需要一個足球隊。那一個足球隊裡邊有多少個人？大家知道嗎？一共是有11個人。那我可以說一個足球隊由11個人組成。一個足球隊由11個人組成。好，那或者是說，如果有一個公司，這個公司裡邊呢有5個部門，有5個 department， 那我也可以說這個公司由5個部門組成，這樣也是可以的。那我也可以說 HSK 6級考試由3個部分組成，聽力、閱讀和書寫。那現在同學們是不是覺得這個詞也特別簡單呢？那這個詞的意思很簡單，用法也沒有那麼難，對不對？好，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有一個例子那我們在這裡看到了邀請邀請這個詞邀也好，請也好，都是請的意思。那邀請在一起也是請的意思。所以呢這就是你請別人吃飯，請別人參加活動，那應誰誰誰的邀請比如說這個怎麼說呢？我們可以假設，比如說 Apple 蘋果公司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那我應蘋果公司的邀請去參加他們的活動。他們邀請我，我說好呀，我應他們的邀請去參加活動。那這個如果一個詞它跟這樣的詞在一起，你一定要記住了如果你不能夠記住的話，就會遇到麻煩，特別是在閱讀的時候你就不知道怎麼做了。那再比如說像 measure word 量詞也是一樣的呀，你必須得記住它的搭配是什麼。比如說一件衣服，一本書這是比較簡單的當然還有很難的。那我們在這個具體的閱讀的部分，會向大家再去介紹一些非常重要的 HSK 6級需要你知道的量詞包括搭配。那個時候呢，希望大家能夠認真的學習。在這裡呢，我們只是簡單的舉幾個例子，告訴大家確實是很重要。好，那近義詞的部分呢，我們剛才其實已經提過了，對不對？那我們在這裡呢就不再多說了近義詞非常多我們雖然在上課的過程當中會向大家介紹一些近義詞，但是呢，畢竟還是時間有限不能夠幫大家把2500個詞的所有的近義詞都分析一下。那更多的工作還是需要大家自己學習的時候認真的去學。當然了，如果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遇到了問題，說老師我也不明白這兩個詞有什麼區別了，那你可以發微信給我們，那我們的老師
都願意幫大家去解答問題。那最後一個就是反義詞，除了我們要知道在學習一個詞彙的時候，要知道什麼意思，要知道用法，要知道搭配，要知道近義詞是什麼。那有的時候反義詞也會告訴我們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比如說，我們在這裡呢可以看到偶爾和偶然這兩個詞，它們兩個詞看上去差不多，對不對？那同學們對於偶這個詞也不太了解老師在這裡呢也沒有辦法很清楚地告訴你偶到底是什麼意思，就是不多的意思很少見的意思。但是在這裡呢這兩個詞你去記憶和理解的時候呢，其實是有一個好的方法，那就是去找它們的反義詞。偶爾這個詞的反義詞呢就是经常经常。那如果一件事情你经常做，你可能一個月做上個10次、20次，对不對？那偶爾的話呢，可能一個月只有1次，对不对？比如說老師我呢非常非常喜歡吃這個法國菜，在北京老師住在北京，老師非常非常喜歡法國菜，但是北京的法國菜真的特別貴，我只能偶爾去，不能經常去。那如果同學們在這裡把它們兩個放在一起記，是不是會覺得這兩個詞都沒有那麼難，特別是這個詞沒有那麼難了呢？我只能偶爾去，不能經常去。好，這個詞已經記住了。那同時呢，如果同學們在做 HSK 6級考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個寫文章的人呢，他會對比去寫。比如說他前邊說如果比如說喝酒對人的身體是不太好的，如果你偶爾喝還可以，但是如果你經常喝就不太好了。他會对比着去說他的意思和想法。那在選擇句子或者選擇詞彙的時候，就是在閱讀的時候有的時候讓你選擇詞彙或者選擇句子。那在做選擇的時候，如果你能夠看到前邊後邊好像是對比，那前邊用了經常，後邊就應該要用偶爾了。那這個方法其實也是可以幫助你去做題的所以記住反義詞，第一是可以幫助你去記住更多的詞彙，幫助你去更準確地理解一個詞彙。第二就是確實是可以幫助你去做題，在做題的時候可以讓你更快地找到答案。那具體的例子呢，等到我們在講閱讀的時候，老師會告訴你。然後在下邊這個偶然偶然這個詞，它的反義詞是必然。必然是什麼意思呢？必的意思是一定、必須、一定會發生的事情叫做必然。那偶然是什麼意思？不一定會發生的它是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發生了，很少會發生的事情叫做偶然比如說呢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了一個人這個人是我最好的朋友這個時候呢我們遇到的這件事情並不是我們約好的我們在路上見面這個事情是一個偶然。所以我回家以後呢，跟我的男朋友說，哎呀，今天在路上偶然碰到了我的好朋友。那這個時候我會說偶然碰到了他，它不是一個必然，不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那我們就說這是一個偶然再比如說呢這個關於一些這個電視劇裡邊有一些故事很有意思我給大家講一個這樣的電視劇裡的小故事，就是有一個人他一開始的時候呢是一個非常理智的、非常聰明的一個人，但是呢有一天他病了，以後呢他去找了一些大夫，但是呢都沒有治好他的病，然後呢他很着急，他很擔心，所以他後來呢
就不知道在哪兒認識了一個人，這個人其實不是一個大夫，但是這個人跟他說呀，我這裡有一個藥，但這個藥呢，就是你吃了以後什麼病都能好。然後呢，這個人一開始是不相信的，但是他吃了这個藥，吃完這個藥之後呢，他就真的過了1個星期以後就好了。然後呢，他就覺得這個人是特別厲害的醫生他就一直覺得這個人是特別厲害的醫生。但是呢，實際上他吃了這個藥好了呢，這件事情是一個偶然，並不是因為這個藥他好了他就是過了一段他的身體有問題，然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就自己好了。他吃藥好了这件事情是一個偶然，不是一個必然。但是因為這個偶然，他就變得非常相信這個大夫這個不是大夫的大夫。但是最後呢，因為過於相信他，所以這個人跟他說什麼他都相信。最後呢，他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失去了自己所有的錢，然後變得非常窮了那這個故事呢，就是老師以前在什麼電視上看到過的一個故事。那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大家呢，你在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你不要把偶然当成必然這個事情可能就是一個偶然發生的事情，如果你相信它是一個必然，那就會有一些問題。好這個故事比較複雜可能需要你認真的聽，然後才能夠理解這個故事但是不管怎麼說這2個詞我們會發現，如果我們通過反義詞來學習，對大家來說呢是非常有幫助的，就是你會很快而且是很容易就明白了它們的意思的区別到底是什麼。而且呢，我們也剛才提過，在做 HSK 6級考試的時候，一定會覺得會更快更方便去做這個題目。那這節課呢，我們就差不多要結束了。我們在這裡介紹了如何去學習詞彙，那我們從幾個方面用幾個例子向大家介紹了，在學習 HSK 6級詞彙的時候，你有一些好的辦法，你有一些好的角度去學習。那麼這種學習方法，我相信對大家一定是非常有幫助的因為很多同學呢都覺得 HSK 6級的詞彙特別難，我從來都不去用它所以我也記不住它。但是實際上你真正的去學習和理解之後，你會發現這些詞還是沒有那麼難，而且你在生活當中偶爾也可以去用到的。好，那到這裡呢，我們的第2節課就已經結束了。那從第3節課開始呢，老師就要開始去講解聽力的這個第1部分了。我們會按照聽力、閱讀和書寫這樣的3個不同的部分呢，去向大家介紹，在做 HSK 6級考試的時候，你會遇到什麼樣的題目，你可以用什麼樣的辦法，你要怎麼去準備。那希望大家到時候也跟着我們一起去認真的學習，那不但能夠通過 HSK 6級的考試，同時呢，在這個大家的漢語水平上，不管是聽力還是閱讀還是書寫，甚至是口語，都能夠有一個很大的提高所以呢，在這裡也預祝大家考試順利。好，那我們下節課再見。